末世降临，我因为社恐不想去人群扎堆的庇护所，索性开门让只丧尸咬一口，然后躺在床上静静的等死。结果想死没死成，还变成了一只拥有人类意识的丧尸。这苦逼的人生，毁灭吧！因为自己变成了丧尸，出去遇见人类等同于找死。我只能含泪躲在家里。好在变成丧尸后也没感觉到饥饿，我就这样在房间里躺了半个月，直到整个小区的人都变成丧尸，我才敢加大自己的活动范围。白天阳光猛烈，丧尸们也都懒得动弹，我却不一样。我打着一把太阳伞，在小区里悠哉悠哉的晃悠。住在这里3年了，还没好好逛过。以前住1楼，早晚都能听到大妈们聊八卦，谁家2胎又是女儿，谁家男人找了小3，这些可都是我写文的灵感来源。说到灵感，还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人，就是我那位从未谋面的邻居姐姐。听说她因为不想结婚，就跑去骑行全国了。那些大妈们虽然对她指指点点，但我还挺佩服她的。至少她敢做自己想做的事，比我这个只会躲在家里的胆小鬼强多了。第16天的时候，小区的电断了，网络也没了。本来靠看视频打发时间的我，突然变得无聊起来。到了第18天，我终于做了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勇敢踏出家门，徒步全国。决定是上午做的，人是中午出发的，我就背了个包，拿了张地图，还有一把太阳伞。我这个重度社恐症患者，以前说去景区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但现在嘛，反正景区也没活人了，丧尸又不会主动跟我搭话，我怕啥？临走时，我还礼貌地跟那些变成丧尸的叔叔阿姨们道别，李大叔、刘大婶，我走了，你们别老腻歪在一起，让人看到再误会。出了小区，路上全是报废的车，街上的丧尸晃来晃去，也不会像人一样上前打招呼，这样互不干扰真好。虽然已经是12月份了，但温度依旧在100度不下。我住的这个18线小城虽然不大，但也有200万人口。这些天我靠听广播了解到，全世界有80%的人都变成了丧尸，真是吓人。而我们华夏有幸存者基地，大家都往那儿赶。不过这些基地对我来说，自然是得绕道走。我拿着地图，在上面人群扎堆的地方画上大大的红叉，接着圈上几处景区。首先就去温泉景区，说走就走。可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几声枪响，我周围的丧尸全都一窝蜂冲过去。本着人类吃瓜属性，我偷摸跟在丧尸群后面，瞅瞅是啥情况。结果就是这一眼，差点没把我眼珠子吓出来。只见远远的街道上，几辆车子停在那里，为首的黑车里竟然还冒出一根根绿油油的藤蔓。每当有丧尸靠近这些车子，那些藤蔓就像长眼睛一样，一下子就把丧尸抽飞出去。我一看这阵仗，立马就明白了。这车子里头有异能者。末世降临，我因为社恐不想去人群扎堆的庇护所，索性开门让只丧尸咬一口，然后躺在床上静静的等死。结果想死没死成，还变成了一只拥有人类意识的丧尸。在丧尸爆发半个月后，我通过广播得知，世界上80%的人都被感染成了丧尸。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徒步旅行全国。决定是上午做的，人是中午出发的。只是没想到我刚出门就看到异能者打丧尸，那场面赶上看电影了。溜了。看完异能者大战丧尸后，我来到一家大型超市。这在我还是人类的时候，那是想都不带想的。超市里人那么多，我才不会去。但现在看着超市里一片狼藉，还有大量丧尸在里面晃悠，我来到一家服装店，在里面比量衣服。丧尸穿衣服太费劲了，还是穿自己的吧。一转头，我看到了电动行李箱，回想起以前看视频，里面的旅行博主就坐在上面介绍风景。我当即选了一个，路过收银台的时候，也不忘放上几百块钱。虽然现在末世，货币已经成了没用的废纸，但该有的过程还是要有的。到了外面，我骑着我心爱的小电箱，看着沿途的风景。这风景不看也罢。到了晚上，我找到一家星级酒店，和柜台上2个丧尸小姐姐办理好手续后，在一旁等电梯。不愧是星级酒店，现在全城大部分地方都停电了，这里竟然还有电。可惜这场丧尸爆发来的突然，不然有人选择在这里躲着，前期也能过得好受些。就在我刚准备睡下时，一声爆炸声将我惊起。我看着外面火光冲天，现如今能引起爆炸的也就是人类了。果然没过多久，几辆车停在外面，熟悉的声音响起：婷姐，今晚咱们就在这里休息，明天早上再走吧。可以。我的妈呀，这些人不就是白天打丧尸的那群三亚人吗？他们怎么也选择这里？不对，这方圆百里好像就这里还能住人，我怎么挑了个这地方？晴姐，就这间屋子还算干净，看样子应该没人住。我去，有丧尸！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结果遇上异能者小队，我当即躺在地上装死。
哪想对方还有异能犬。就在我感叹自己的尸生如此短暂时，只感觉自己的身体腾空而起，我被对方名叫顾婉晴的女人抱起，她轻轻把我放在床上。抱歉，我和我的朋友打扰了，你好好睡吧。感知到他们都走后，我才敢缓缓睁眼，简直吓死尸了，还以为自己会被对方异能犬所察觉。看来丧尸和尸体没什么区别，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直接躺地上装死就好了。我可真是一只机灵的小丧尸，但这一晚我也没敢动弹，生怕弄出点动静被隔壁人类察觉到。果然到了第二天，那些人类又来了，二话不说把我抱起。晴姐，你管他做什么？他都死了。但我看到了，就不能放他在这里腐烂，总要让他入土为安才行。此刻的我内心很是无语。妹妹，现在是末世，你们不去找物资，搁着折腾尸体是要干啥呀？我是死了，但又没完全死，不用入土为安啊。怎么被埋进土里还挺舒服的呢？好了，姐姐，你就在这里安眠吧，以后我会常来看你的。感知到上面人类都走后，我也没想爬出去，因为现在的我感觉待在土里实在是太舒服了。决定了，等我旅行完，就找片土地给自己埋了。我就这样想着，渐渐进入了深度睡眠，也不知睡了多久。感知外面没有人类后，我从土里爬出来，看着地上摆放的鲜花，这让我很是意外。本以为能在末世中活下来的人，应该像是那些末世小说里的女主一样，更冷漠一些。这让我忍不住为那个人祈祷，希望他能在这末世平平安安的活下去。我看了看地图，发现自己在城郊外的空地，这里不远处就是幸存者基地。我的妈呀！赶紧溜！为了不再遇见人类，这回我选择走高速公路。这里丧尸密集，正常人类是不会踏足这里。但在我走着走着的时候，我竟然闻到了蛋糕的香味。我随着大部队赶去，发现一栋大楼，楼底下围满了丧尸，那蛋糕香味就是从楼顶上散发出来的。此刻的我才意识到，那味道不会是蛋糕，而是人类受伤的味道。现在的我已经哈喇子流可地，我强忍住饥饿的冲动，在脑中疯狂思索怎么解救那些人类。现在丧尸因为紧锁的门进不去，但也架不住一直有丧尸冲过去。这时候我发现不远处的广播室，此时楼顶上的人类正在抉择，到底牺牲谁去吸引下面的丧尸群。突然远处传来震天响的小苹果，把下面丧尸群全都吸引走了。强哥，广播室里怎么会放出音乐？可能是有人想救我们吧，趁现在我们赶快走。几人好不容易逃出城镇，但他们也没想离开，而是选了个安全的地方，准备看看有没有人从镇子里出来。毕竟他们心里都知道，能在广播室放出音乐的肯定不会是丧尸，但他们并不知道，此时那个救了他们的人正在与丧尸群开 party。我是一只社恐小丧尸，此刻我正在与尸群开 party， 只因我刚刚发现人类被尸群围堵，我这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小丧尸当即决定跑到广播室，打开麦克风，用声音吸引丧尸过来。看着一窝蜂的尸群奔涌而来，这场面还真是壮观啊！虽有些对不起同类，让他们饿肚子了，但我还是认为吃人的丧尸可不是好尸。我好不容易从拥挤的尸群挤出，咋想被我救下的人类竟然在镇子外堵我，这大半夜的死里逃生不回去睡觉，跑过来堵我这只小丧尸，是不是闲的？还好我嗅觉灵敏，我悄摸避开人类，以一种刁钻的路线跑回高速公路上，来到丧尸的地盘我可就不怕了。现在天边渐渐亮起，热浪已经袭来，明明才早上7点钟，气温就高达100度，热得我周围丧尸都不愿意动弹。还好我打了一把太阳伞，还有小电箱，只要坐在上面就好。没过多久，我看着前面的车辆越来越少，估计也快到下一座城镇了。这时我听到下方有车辆的声音，我立马躲起来，探出半个脑袋。好家伙，一辆大巴车后面竟然追着几只丧尸犬。看到这一幕，我忍不住拿出相机，咔嚓一下，既然是旅游的，沿途的风景也得照照。在我收起相机准备走时，几声鞭打的动静又让我重回吃瓜现场。定睛一看，一辆熟悉的越野车上，几根藤条肆意伸展，精准打中丧尸犬。这一能又是顾婉晴，那个把自己埋了的小姑娘，感情她也是该溜子。只见顾婉晴解决完丧尸犬后，追上前面的大巴车，从里面拽出一个人。就当众人疑惑不解时，那被拽下的人突然就要咬人，顾婉晴当机立断，用异能解决了他。看来是刚被感染的人害怕自己被处决，就没有上报。这时我突然听到远处有大面积震动，一转头差点没惊掉我的下巴，密密麻麻的尸潮朝着这边涌来。顾婉晴因为有高速公路挡着，根本看不到尸潮，怎么办？我要怎么引起他的注意？对了，他身边有异能犬，
我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踹掉一只炮灰丧尸，成功吸引到顾婉晴身边的小弟和异能犬上来，也让他们发现了远处的尸潮。晴姐，快走，有尸潮过来了！看着大巴车和越野疾驶远去，我也算是和那个顾婉晴两清了。我骑着小电箱继续赶路，只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顾婉晴的车里还有一个人，眼神正注视着我的方向。我这边下了高速公路，路过一个村庄时，竟然又闻到蛋糕的香气。末世快1个月了，难道还有幸存者没去基地？我跟在丧尸后面，发现一个房子与其他房子截然不同，它的四周矗立着高墙。这场丧尸爆发来的突然，普通人是不可能提前得知消息，建立这么个高墙，难道这里面住着隐士大人物不成？哪想里面的人出来，竟然是一个小姑娘，手中拿着棒球棍。可恶的丧尸，让我吃火锅都吃不消停，都给我死！果然是隐士大人物，能在末世吃上火锅的人，我这只弱小的丧尸可不要惹到，赶紧溜。结果又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小姑娘竟然通过系统锁定了我。我是一个孤儿，从小被姥姥养大，为此姥姥的家人和她大吵一架，然后毅然决然地离开，直到家中传来拆迁的消息。那些所谓的家人纷纷回来认亲，姥姥被他们的无耻气病在床。我为了防止那些人进来，在家周围砌上高墙。未曾想，末世突然降临，丧尸横行。那些曾堵在我家门口的亲戚，如今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丧尸。幸运的是，我意外觉醒了系统，有了小桶的帮助，让我和姥姥在末世中也能过上吃火锅的日子。但姥姥还是没能熬过高温天气，又剩下我一个人了。原本我是准备在村里待上一段时间，等基地建成后再过去，但今天我却发现了一只独特的小丧尸。看见我打丧尸，它居然会骑着电箱逃跑。不仅如此，小桶还告诉我它的危害值是0，证明它变成丧尸后一个人都没有吃过，并且它的战斗力竟然只有8。要知道，就连普通人的战斗力都有10。我彻底被这只小丧尸吸引，想着自己闲的也是闲的，干脆跟着这只小丧尸看看它要去哪。他是在拍照吗？这条路前面不是温泉景区吗？那里在丧尸爆发前人流密集，现在整个温泉景区已然是丧尸的天堂。我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爬到高处，用望远镜观察小丧尸的情况。然而我所看到的场景却让我瞠目结舌，那只小丧尸竟然在大门口排队，还像模像样的递票进去。这只小丧尸竟然是来旅游的，不是你当人的时候不来旅游，变成丧尸了反而来凑热闹，这世道真是越来越有趣了。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遇上末世文女主，然后我就被她埋了。我好不容易爬出去，现在又被末世文女主2号跟踪。末世生活不易，失尸逃命，我赶了2天的路，终于到达了我心心念念的温泉景区。看着大门口游荡的丧尸都有上百只，可想这地儿是得有多火。我绕过尸群，在入口处检票，排队进去，就像末世从未发生过一样。我在里面玩了起来。到了傍晚，我准备去往下一个景点时，突然听见远处有车辆的声音，我赶紧跑到后山，找个地儿躲起来，拿着望远镜观察景区外。只见一辆辆武装车停了过来，为首的黑车人下来，就是顾婉晴他们。他是军队的人，下车就在外面疯狂扫荡着丧尸群，看得我一阵心惊。还好景区内丧尸数量庞大，足够我从后山逃跑了。哪想下一秒，数十架无人机飞起，开始扫描温泉景区内部，吓得我立马躺地上装死。结果一转头，竟瞥见一个手拿棒球棍的人，我顿时心漏了半拍，是前2天碰到的末世文女主2号，她怎么会在这里？难道是跟踪我过来的？我被吓得汗毛竖起。等无人机飞走后，我立马匍匐爬走，连我的电箱都不敢要了。观察到后面没有人跟来，我起身一溜烟的赶紧跑，直到跑出城镇我才敢放松下来。怎么自己总是碰见人类？我明明是往丧尸堆里走的呀！突然间一阵嗡鸣声响起，我瞬间感觉自己头晕目眩，这是什么动静？感觉自己的身体要爆炸了。好在那个声音在我快受不了的时候停了下来。难道人类已经研制出对抗丧尸的声波武器了吗？我离这么远都快受不了了，可见距离声音中心的丧尸适合下场。为同胞默哀2秒半后，我掏出地图，下一站最市的跨海大桥，我得好好挑选路线，至少要把那2个末世文女主甩掉才行。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遇到末世文女主，然后我就被埋地里了。好不容易爬出去，现在又被末世文女主2号跟踪。回想起2天前她嘎嘎乱杀丧尸的模样，简直吓死尸了。就算10个自己都不够她杀的，我简直崩溃了。你一个末世文女主，应该忙着带领人类建设家园，而不是闲出屁来跟踪我一个小丧尸啊！吓得我连夜跑出5公里的记录。
宿主，您所追踪的小丧尸已超出3公里范围，现已无法进行追踪。什么？温强很是无奈，他躲开无人机，就调查10分钟针对丧尸的声波攻击。那小丧尸竟然跑出那么远，难道他是发现我了？这边小丧尸手中拿着地图，在上面计划着怎么去往巨市。走近路就得穿过人类安全区，到时候他一定会成为异能者赚取积分的对象。根据一般丧尸小说设定，杀死丧尸换取积分来算的话，自己究竟值1分还是10分呢？在我看来，自己这么弱，可能1分都不值，必须得绕路。这回就往丧尸多的城镇走，毕竟走高速也能碰见人类，到时候躺地上装死就好。反正我躺地上，就连异能者都没发现异常。突然我想到，既然人类都出现异能者了，那丧尸也会有等级之分。我想想啊，那些末世小说里好像是写丧尸是可以吞噬同类脑中晶核进行进化，不仅如此，好像异能者也是需要丧尸脑中晶核。此刻刚进城的我简直亚麻呆住了，真想就地挖个坑给自己埋了。世界真的太危险了，赶紧溜达完就进土里。突然远处传来车辆的声音，我赶紧找个掩体躲起来，看着一窝蜂的丧尸追着车往市里的医院方向过去。很明显，那些人类正在寻找药品，但医院可是丧尸病毒的重灾区。我跟在后面，从小巷绕到后门，突然眼前对上一对眼睛，我刚要炸毛，就反应过来那是死了很久的丧尸。看来这家医院之前也被人类光顾过。在确定这条街道没有人类后，我逛了几家店，肉眼可见满地狼藉。等我走进医院，发现那些人类已经走了，地上还有几具新鲜的尸体。我找个铁锹，在院里挖坑给他们埋了。我发现他们掉落的清单，干脆好事做到底。我按照上面的药品翻倍放进推车里，还贴心的留了纸条，拿去用吧，不用谢，没毒。这一刻我真像个默默守护人类的地下英雄啊！我推车小车走出去，医院里也有几只对声音敏感的丧尸，听我这边有动静，就一直跟着我。我嫌弃地看着他们，只是一点眼力见都没有，都不知道帮忙推下车。我不再管他们，决定把这些药品放到人类进城的必经之路上。哪想走到一半就发现一排车队，我赶忙躲起来，探出头，发现白天进医院的车也在里面，应该就是这些人类需要药了。可我就这么把药放在这，那些人类一时半会儿也发现不了。如果等天明，炽热的阳光会晒坏药品。我内心挣扎许久，干脆很近，我用力把推车推出去，然后立马跑远躲起来，观察那些药是否会被人类发现。秦哥，我听到一点声音，发现那边有一个推车，上面放着医用纸箱，我们要过去看看嘛。秦安听到方少人的话，走到窗口，拿起望远镜向街道望去，虽然有些模糊，但他确实看到了医用纸箱。由于天色渐暗，夜晚丧尸的动作非常敏捷，他们今天也失去了7个兄弟，不能再让他们冒险。秦安决定等到天亮后再去查看。我在这边等到无聊，那些人类到底发没发现他的爱心药品啊？直至大约6点钟，我才看到那边大楼跳出一个人，他小心翼翼地靠近，熟练地杀死凑上来的丧尸。看到推车上放着一大堆药品，上面还有一张纸条。秦安拿起纸条看了一眼，眼底闪过一丝疑惑，但还是揣进兜里，然后查看纸箱内，竟然都是他们需要的药品，还是2份。秦安赶紧拿出对讲机，派人过来搬纸箱。秦安很是困惑，究竟是谁这么有能耐，居然可以在丧尸堆里拿出这么多药品？如果自己找到他的话，一定要拉拢对方进入自己的小队，哪怕把队长的位置让给他都行。而此时的我根本不知道秦安想拉拢自己的想法，要是我知道的话，只想说大可不必，你找到我指不定，还因为我是丧尸杀了我。看见人类发现药箱后，我就继续自己的旅行。殊不知此刻正有一个人以100米冲刺的速度往我这边冲来。我是一只社恐小丧尸，立志徒步旅行全国，却不想刚出门就遇到了末世文女主，然后我就被埋地里了。好不容易爬出去，又被一个带系统的女主跟踪，吓得我10分钟跑出5公里的记录。在路上我发现人类貌似闯进医院，医院可是丧尸病毒爆发的重灾区。果然我看5个人进去，1个小时后出来的只有2个。我因为拥有人类意识，下意识想帮助人类，噼里啪啦的，我用2天时间把医院里的药品全都搬到人类进城的必经之路上。此刻我觉得自己就像个默默守护人类的地下英雄一样，哪想就是自己这一举动，我被个雷系异能者盯上，又是提心吊胆的一天。在我逃跑时，听到身后一声巨响，我转头一看，吓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是那个带系统的小姑娘和雷系异能者打起来了。那小姑娘绝对是跟着我过来的，我又不是厉害的大丧尸，总跟着我是要干啥呀？1秒我都不敢耽误，失命要紧，赶紧跑。温强花了5天时间，总算找到那只弱小的小丧尸，结果刚找到就发现一个男人盯上了他怎么可能会让小丧尸被人杀掉？立马上前阻挡对方。秦安也是没想到，自己刚找到恩人的踪迹，就被一个女人拦下。让开，我找人。不行，他是我的。
温强也不给秦安解释时间，上去就是一顿揍。在两人火拼间，童子姐提醒那小丧尸又跑出3公里范围了，她可是花了5天时间才找对方向，而且那小丧尸绝对发现我是跟踪他来了，不然以往有热闹，那小丧尸虽然怂得厉害，但也会躲远点看热闹。这回他看到我，连热闹都不看了，直接逃跑。估计以后再跟踪那只小丧尸就不容易了。这么想着的，温强气得直接掏枪，警告秦安不要再打小丧尸的主意。秦安也总算能解释，那人是帮助我们拿药的恩人，我想找到他，以表感谢。温强先是愣了一下，看来对方还不知道他要找的人是只丧尸，而且那只小丧尸居然会帮助人类。温强真的是对他越来越痴迷了。秦安察觉到恩人似乎不想露面，不然也不会躲着他们，而且这个女人似乎还认识他。刚刚他凭空掏出枪，对方很可能还是个空间系异能者。既然你跟丢了我们的恩人，总不能待在这种满是丧尸的地方吧？我是来自前面一个民间基地的异能者小队队长，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合作，我可以帮你找那个人。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秦安的话让温强陷入了沉思，在末世中生存下来，需要与强者联手。他观察到对方虽然动作鲁莽，但身手敏捷且致命，这是一个值得合作的强者。于是温强同意暂时与秦安合作。这边我一路狂奔，直至天黑才敢停下。跑这么远，自己不会再被别人跟踪了吧？我来到一个小镇，对照地图，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白天所在的市区，距离足足有50公里。我决定先找户人家休息，将家中的丧尸赶走后，坐在屋里的沙发上，拿出一支笔，在地图上勾画，确定了几个自己想要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包括南边的跨海大桥、东边的古代园林、北边的皇城和雪地，以及西北的圣地高原。这些是我看过不少纪录片后才决定要去的地方。我计划一路南下，先去看那座跨海大桥，先休息一晚，等天亮再出发。我是一只社恐小丧尸，立志徒步旅行全国，却不想刚出门我就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了。好不容易爬出去，又被个痴汉女主跟踪，吓得我连夜跑出50公里。可当我回过神来，却发现自己跑到了人类前往安全屋的路线。看着身边频繁路过的车子，我躲在报废车后面瑟瑟发抖，准备等到晚上就离开这座危险的城市。但在我后方巷子里突然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一瞬间浓厚的蛋糕香味将我吸引过去，没想到让我看见了丧尸吃人的场景。父亲为了保护妻女，死死堵在车门，不让丧尸靠近。很快男子就没了生机，丧尸们也盯上了车里的母女。我不忍心冲上去朝他们大喊快走开，没想到这些丧尸还挺给面子，听到我的吼叫声纷纷散去。我凑上前安慰这对母女，已经没事了，快下车，这里不安全，我护送你们离开。哪想此话一出，却让车里的母女更加惊恐地抱在一起，只因为我说的话与丧尸嘶吼声相差无疑，还不自知。见车里的母女迟迟不肯出来，我伸手拽开车门，吓得那对母女互相抱头不敢看我。我有这么吓人吗？看他们吓成这样，我也不敢用强的，只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有丧尸靠近，我就会给他们吼走。很快车里的小女孩意识到我是在救他们，她挣开母亲的怀抱，向车外探出头，就看见那躺在地上的爸爸。一瞬间悲伤逆流成河，母女俩冲下车抱住爸爸，哭得几乎泣不成声。我只能站在一旁默默守护他们。等两人发泄完情绪后，女人擦干眼泪，试探性地询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丈夫埋了再走。我点了点头，扛起男人给他们带路。很快郊外的土地上又多出一个土堆。母女俩祭奠完后，我带着两人找到一辆还可以开的越野车，查看车的油箱足够他们前往安全屋。在与母女俩交流中，我也意识到自己以为说的人话他们根本听不懂，所以看着两人上车后，我也转身离开。没想到那个小姑娘叫住了我，丧尸姐姐，你不跟我们一起走吗？我停下脚步，转过头，指了指我发白的脸和2颗尖牙，示意他我是只丧尸，去人类安全屋会被杀死的。车里母亲也向女儿解释，小姑娘很快明白过来，立马向我保证，放心，丧尸姐姐，你的事情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还有我叫邢一景，我妈妈叫宋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丧尸姐姐也别忘记我们。宋静也点点头，告别完启动车子驶去。开车的宋静默默地想着，以后她绝对要保守好小丧尸的秘密，若是被人类发现有一只不吃人的丧尸，她一定会被抓走做实验的。同时也在心中暗自发誓，自己一定要变强，保护好女儿。我看着车子行驶远去，天色渐晚，我也可以继续赶路了。结果我一转头，就发现一只丧尸直勾勾地看着我，我从他身上感觉到一丝危险，便准备绕开他去商场找个电动行李箱。之前为了躲避拿棒球棍的小姑娘，
把电箱留在温泉度假区。这段时间光靠脚走路实在是太累了。虽然我身为丧尸也感觉不到累，但是我就是觉得自己累。可我走着走着就发现身后不对劲起来，我转头一看，那只有点危险的丧尸竟然一直跟着我。我试图和他交流，但他根本不理我，只是我走哪他就跟去啊，赶也赶不走。我也不再理会他，在商场找了许久，这里的商品都被丧尸破坏得不成样子，我可算从中挑出一个，但还没等我屁股坐热乎，那电箱就没电了。我委屈地大嚎起来，可丧尸根本就嚎不出眼泪。这时我发现一直跟着我的丧尸不知从哪找到根绳子系在自己身上，另一头绑住箱子，这是要拉我吗？看着他带我走出商场，不知为何我的心情变好起来，想着旅行有个伴也挺好，便告诉他路线。两只丧尸一起迈着清晨的朝阳往巨市的跨海大桥前去。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遇上了末世文女主，然后我就被埋地里了。好不容易爬出去，又被一个带系统的女主跟踪，看着她跟人干起来的那很近，就算10个自己都不够她杀的，吓得我连夜跑出50公里，终于将她甩掉。结果现在我又被疑似丧尸王的男主盯上。更崩溃的是，无论我走到哪他都跟着，很明显他是想把我养肥了再吃啊，赶也赶不走啊，毁灭吧！好想就地挖个坑给自己埋了，无奈我只能带着他一起旅行。好在这丧尸王挺有眼力见的，看我行李箱没电，还知道找根绳子帮我拉着走。我们走到一家商场，马上就要入冬了，得添置点衣物才行，相机、手机也多拿点，记录沿途风景。路过生活用品的地方，我停了下来。现在末世人类出去找食物都异常艰难，也不会有人想着带这些，但这些都是女生的必需品吧。我现在是只丧尸，帮助不了人类，还是不管了。但我走出商场门口后，又返了回去。反正我闲的也是闲的，就给他们带去点吧。然后在我一通捣鼓下，装了一整辆大货车的生活用品，趁现在天黑，赶紧往人类安全屋行驶。当然，我也只会开到能有人类路过的地方，不然我带着身边的丧尸王开进去，安全屋里的人类会炸锅的吧。我把大货车停在这里，然后带着丧尸王躲在远处观察。毕竟我折腾半天，也得看到这些物资到人类手上才放心。等到天刚刚亮起，远处就驶来一辆熟悉的黑车，那不是顾婉晴的车吗？果然车里人看见有辆大货车停在路中间，就停了下来。下车后果然是顾婉晴他们，那个把我埋了的小姑娘，不愧是女主啊，就是勤奋。现在才早上6点钟，就带着小伙伴们出去巡逻了。这些物资到顾婉晴手里，我也放心。然后我就带着丧尸王继续旅行了。顾婉晴他们发现一整辆货车的生活用品，显然是惊呆了。晴姐，这真是一整辆货车的物资。顾婉晴检查后，发现都是一些女性用品和吃的，立马就了解这辆车里的东西是给谁的了，便叫身边小弟开货车跟在后面。开车的顾婉晴很是诧异，温庆生，难道货车里的物资真是那只小丧尸带过来的吗？原来顾婉晴车里还有一位拥有多种能力的异能者，其中一项就是感知能力。之前顾婉晴把小丧尸放后备箱的时候，他就察觉到那只丧尸还没死，只是他好奇丧尸怎么还会装死，也就任由顾婉晴给他埋了，没提醒。等他们出完任务，顾婉晴带着花去看小丧尸时，土里果然没事影了。然后温庆生就说了那只小丧尸的事，顾婉晴也对会装死的小丧尸十分感兴趣。不过现在他肯定跑没影了。之后在高速公路上，温庆生感知到有尸潮靠近，他刚要下车提醒，就发现了那只会装死的小丧尸把一头丧尸推下高速公路，让小弟发现，及时开车逃离。也就在这一刻，温庆生开始思考，难道丧尸也会帮助人类吗？在之后的路上，不知为何，他和顾婉晴的行动里，总能发现那只小丧尸的影子。上级命令打下温泉景区，改建成安全屋。他刚要发动针对破坏丧尸脑子的声波攻击时，就发现那只小丧尸逃出去的影子。他立马停下，惊奇地发现那只小丧尸居然可以跑得那么快。等到那只小丧尸跑远，他才发动异能。这项异能虽可以击杀大范围丧尸，但同时也会减少它的寿命。现在人类急需安全屋庇护，他和小伙伴据理力争，在不需要大批同伴牺牲的状况下，他发动了异能。这也让他很长时间除了感知，其他异能都无法发动，被顾婉晴保护。然后就是上级派他们前往一个民间异能者小队，他们收获到大量药品，但有些药品无法长期保存，便与他们交易换取物资。通过队长秦安的描述，
是一个打着粉色雨伞、身穿 JK 装的女人。勇闯满是丧尸的医院，带回来的这些药品，因为她只看到恩人的背影，也不知道他是谁，便和顾婉晴打听是否认识。顾婉晴也很是疑惑，这么强的异能者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只有跟在身后一言不发的温庆生。想到那只会装死的小丧尸，嘴角勾起，真是太有趣了。这次官方突然失去了前线护送研究人员家属的部队消息，便派他们前去调查。然后就是刚出门，温庆生突然感知到大丧尸的危机，因为现在还无法发动远视异能，他只能拿望远镜观察那个方向。居然在大丧尸的身前看到了那只熟悉的小丧尸。顾婉晴刚要问温庆生是发生了什么，小弟就报告前面有一辆大货车。温庆生也顺着小丧尸看的方向，正是前面那辆大货车。他就和顾婉晴说了自己的猜测。哈哈，婉晴，那只小丧尸给咱们送物资来了。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受恐出门旅行，路上不是被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好不容易甩开他们，现在又被头丧尸王粘上了。无论我去哪他都跟着，甩都甩不掉，和他说话也不搭理我。跟在我身边这段时间也没看他进过食，我怕他饿急眼再给我造了，只能抓紧看地图找养殖场位置，给他整点鸡鸭鹅啥的吃。哪想下一秒他就自己找到吃的了。哇，还真是自力更生啊！不对，他吃丧尸脑中失和，难道我脑子里也有吸引他的失和，所以他才一直跟着我吗？丧尸王看我突然捂住自己的脑袋，惊恐地看着他，很是疑惑，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嗓子里发出沙哑的声音：没有。什么？你脑中没有失和？原来你会说话呀？那这段时间我跟你说话，你咋不搭理我呢？还有，大兄弟，咱商量的是，既然我脑中没有吸引你的失和，你就别跟着我了呗，咱师生多个忙个的不好吗？喂，我跟你说话呢，我知道你会说话了，别想像以前那样，只要不说话，我就会放过你。我再说一遍，我的目标是独自旅行全国，你跟着我不成旅游团了，所以别跟着我了，咱就在这里说拜拜，也再也不见。说完，我拿起行李箱就开跑，结果还是像以前一样，无论我跑去哪，那头丧尸王都紧紧跟在我身后。狗皮膏药啊，这是！我重重地叹了一大口气，表情嫌弃地看着他。这家伙又装哑巴不说话了，我无奈只能再次妥协，把行李箱扔给他后，我就坐了上去。此刻天空下起了雪花，气温一下就降了下来。虽然丧尸感觉不到温度，但眼看着满山红叶瞬间被冻结成冰，就感觉这天应该挺冷的了。傍晚，我和丧尸王在冰面上打出溜滑，想起那天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自从爸妈意外去世后，本就有点社恐的我更严重了，身边的亲戚也当我是个怪小孩躲着我。渐渐的，我将自己内心封存，只要不去在意，就没有人能伤害到我。可是其实我内心也渴望，要是有一个人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就好了。我看向身边的丧尸王，几个星期的相处，他算不算是我可以一直牵挂的人呢？此刻我抛去他一直想吃掉我的想法，拉着他看到好看的风景，一起拍照打卡留念。既然未来无法确定，那就珍惜当下美好。然后来到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海洋馆，但看着各种鱼儿被冰冻在海底，有些鱼还就只剩下骨头架子了。我眼底满是失望，小声嘟囔着，等明年天暖和了再过来看鱼吧。好。你又说话了。我看向丧尸王，可回应我的又是无尽沉默。晚上我们找到一家酒店休息，虽然丧尸不需要睡觉，但拥有人类意识的我就觉得晚上应该休息。不止如此，我是真的可以睡着的。我找到一家还算干净的房间，把里面丧尸都撵出去，然后叫丧尸王在门口看着。赶了几星期的路，也想洗澡，打开水龙头，里面果然没有水了。我就去外面整盆血倒在浴缸里，结果1个小时过去了，浴缸里的血愣是一点没化啊！我可真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呀！随便搓把几下后，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此时在门口的丧尸王开门进来，眼冒绿光的看着我。他叫石星宇，本是得了绝症，只能躺在 ICU 里续命的将死之人。没想到丧尸突然爆发，他也在末世中成了第一批丧尸。虽然丢失了身为人类的记忆，但他还是进化成了智慧型丧尸，可统领比他弱小的狮群。那天刚升到4级的石星宇在外面溜达时，突然感觉到一股威压，那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感觉，好像要将自己碾碎。虽然有点害怕，但他还是好奇，就跑过去躲在车后面观察。他看到一只小丧尸在驱赶完低级丧尸后，他身上可以压制自己的威压竟然没有了，然后又一波低级丧尸过去，那股威压感又上来了。这是大佬啊，居然可以收敛自己的气息。要是自己有这技能，那不就可以装弱靠近人类异能者，再趁其不备夺取他们的晶核吗？认定了，
他就是我石星宇的老大。但接下来的一幕却让石星宇犹豫了，因为老大竟然帮助人类埋尸体，还帮他们找车逃跑。更重要的是，在石星宇的感知下，发现老大脑子里竟然连尸核都没有。没有尸核的丧尸不就是低级丧尸吗？这让石星宇陷入深深的迷茫中，不知不觉就走到老大身后，给老大吓一哆嗦。石星宇内心慌极了，生怕他使出那股威压，让自己爆体而亡。没想到老大竟然如此大度，丝毫不在意的给他放了。要知道，在丧尸界，高级丧尸是不屑吃低级丧尸脑中尸核，因为这对他们一点帮助都没有。通常5级往上的只会去找同级火拼。就此石星宇认定了老大一定是等级太高，他才感觉不到老大脑中失和。石星宇立马跟上老大，尽管老大一直吼他让其离开，但他知道老大不是认真的，毕竟认真的话直接对我使用威压让我离开就行。老大这一定是傲娇了，身为小弟的懂老大的心才行，我只要跟在身后不说话就行了。果然老大吼了自己几次就不吼了。然后我跟着老大逛商场，老大找到一个电动行李箱坐在上面，不愧是老大，知识就是丰富。只是那电箱不给力，没过一会儿就没电了。然后就听到老大一声嘶吼，连着整个商场都在地动山摇，吓得石星宇的身体竟自主去拿个东西，也不知道这东西是有啥用。他只知道把这东西绑在自己身上，拉着老大走，他才不会被废墟砸成肉饼。之后石星宇就作为老牛拉着老大走，他发现老大真的很喜欢人类，总是默默地去帮助他们，这也让石星宇不敢再吃人了。老大还很喜欢玩扮猪吃虎的游戏，这假装害怕的模样真的好迷人，我好崇拜呀！和老大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几个星期没进食的石星宇实在是受不了了，他只能掏丧尸脑中尸核吃。但老大的演技太厉害了，暴露了自己会说话的事实。不好了，老大生气了，释放出了威压，让石星宇喘不过气来。老大说了什么他也没听清，只是当他回过神来，就看到老大拿着行李箱走了。这是要抛弃我了吗？不要啊，我想一直跟在老大身后。还好老大看到我后就把行李箱丢给我，这是又给了我一次机会吗？我会好好珍惜的。老大看着老大在夕阳的余晖下打出溜滑，石星宇的内心突然激动了一下，虽然他的心脏早就不会跳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感觉错了。石星宇总能在老大身上感觉到孤独感。这时老大对着一群冰冻的腐败食物说，等天暖和了再来看他们的时候时，他又忍不住说了声好。然后他一直跟着老大，帮老大吼走低级丧尸后，就在外边表情严肃的站岗，因为他自从到达这里后就感知到这里有头大丧尸，气息和自己不相上下。老大没告诉他，应该是在考验自己。果然到了深夜，一头大丧尸破墙而入，冲了过来。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路上不是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好不容易有个尸王给我拉电箱，哪想我一觉醒来就看到尸王惨死在电线杆下，小丧尸立马崩溃了。他冲上前抱住尸王，呜呜，陪伴我的尸王死了，那要这世界还有何用？小丧尸要变坏，要创造出一个没有电线杆的世界。听到我的哭声，石星宇睁开眼睛，表情错愕地看着我。他没死，我们只是在学你睡觉。小丧尸抬起头，就看见一个丫头，应该说是丧尸化的丫头，她叫周黄姿，是巨市东半拉区的尸王。原来就在昨晚，小丧尸和尸王借宿的酒店就是周黄姿的大本营。要知道，在丧尸界，一个地区的尸王只能有一个。住手！你住手！不要再打了！不要再打了！住手！有病吧！所以周黄姿在感知到有陌生尸王闯进自己的地盘，就派下属去警告他们赶紧离开。哪想派出去的小弟都被撵了回来，这真是忍一时越想越气，退一步天理难容。气得周黄姿直接冲过去，给那无理尸王踹飞出去。两头丧尸王在外面打的，那叫一个昏天黑暗，日月无光，拳头挥舞起来的冲击力好似突破时空的限制，每一拳的打出都带着足以毁灭一座城市的力量，风声呼啸，好似宇宙大爆炸的前奏。而此时的小丧尸躺在床上，还在岁月安好的熟睡，丝毫没被外面巨大的爆破声吵醒。直到两头尸王打得精疲力竭，躺在废墟中动弹不得，这场疯狂的战斗才总算消停点。喂，我再跟你说一遍，这地儿是我的地盘，赶紧带着你的尸离开。我都说了，等我老大醒了的。你老大就是每个连尸核都没有的低级丧尸啊！依依可不敢大声说啊，我老大那是深藏若虚，
不显露实力罢了。你可别忽悠我咧，别说咱们丧尸咧，就算是那些食物中的异能者，我都没见过有能收敛气息的，还丧尸睡觉，听着就离谱。天下谁人不知，咱们高贵的丧尸可都是夜行者，夜晚丧尸的动作比白天灵活多了。这时候不出去捕猎充饥，睡个哪门子的觉呀？你老大肯定是害怕躲在内装睡，不然咱整这大动静，我就不信他没醒。石星宇听着周皇子的话，也懒得反驳了，解释了又不听，干脆学老大闭上眼睛休息。周皇子见状很是好奇，难道丧尸真的可以睡着吗？他干脆也躺下闭目养神，直到天亮。周皇子突然感受到一股威压向他急速靠近，他费力地抬头，结果竟然看到了惊骇的一幕。只见一个巨大的黑影矗立在他面前，浑身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息。那黑影身躯高大，仿佛能够遮天蔽日，周边的空气都因他的存在而变得凝重起来。周皇子惊恐地想要后退，却发现身体已完全不受控制，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给定住了。他喉咙发紧，想要呼喊，却发不出一丝声音。在黑影逐渐清晰的轮廓下，周皇子看到了一双闪烁着诡异光芒的粉色眼睛。是他，石星宇的老大！我的个神呐，老大竟然真的这么厉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师尊？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路上不是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好不容易甩开他们，现在又被2头丧尸王粘上了，小丧尸简直要哭死。咱就是说，丧尸出门旅行就非得这么刺激吗？身边有一头想吃掉我的尸王就算了，这还想来一头，小丧尸实在受不了，每天都在惊恐的日子中度过，所以他决定逃跑。正好昨晚石星宇怕给老大电箱打坏，就没随身携带。好，那你俩就去把我电箱拿过来吧。2头尸王立马你争我抢的跑去，誓命要夺取帮老大拿行李的权利。小丧尸淡定地看着2头尸王离去的背影，然后立马转头嗷嗷跑。开玩笑，电箱随时都能找到，但尸命可只有这一条。虽然自己已经死了，可要是再死的话，不就连意识都没有了？不管怎么想，小丧尸都要逃离，先保住自己的生命要紧。哪想他光顾着逃跑，没看清周围。当他回过神来，竟然发现自己闯进了人类基地，这不芭比 Q 了吗？看着周围人类将他包围，来不及装死，小丧尸只能用手把自己脸挡上。好在雪下的大，遮住了我的视线，我站在这茫茫大雪里，看不清方向，直至于后来我也辨不清这是雪还是我内心的盲无涯际。反正就是谁也看不清谁。他们把小丧尸当成人类抓了起来，关进地下室里。这里灯光昏暗，小丧尸凭借眼力看清里面都是老弱妇孺，哪想里面一个小女孩一直看着进来的人，在看清小丧尸的尖牙后大叫起来：他妈妈，他是丧尸！还没等里面人群恐慌，地下室的大门突然被暴力拽开，接着一缕阳光透进来。小丧尸看清那是石星宇的脸，他来救我了，还有周皇资。20分钟前，2头尸王因为争抢拿老大的电箱权又打了起来。等2人回过神来，发现老大已经没了踪影。还好周皇资是巨市东半拉区的尸王，2头尸王就这样一路询问丧尸小弟，来到了跨海大桥。这里可是人类基地。石星宇知道老大虽然很强，但不知道为什么老大就是十分惧怕人类，他怕老大不反抗，那些人类再伤害到老大，就让周皇资赶紧筹集丧尸大军。然后2分钟都没到，他们就把外面的食物都吃光了。终于找到老大，看到老大感动的嚎起来，他俩也跟着嚎。可苦了被关在地下室里的老弱妇孺，有的甚至直接被吓晕了过去。小丧尸也好不到哪去，他可真的是太感动了。难道自己真的就逃不出被尸王吃掉的命运吗？既然横竖都是一死，小丧尸干脆硬气起来。他命令2头尸王不能伤害地下室里的人类，并且要安全护送他们到人类基地。小丧尸本以为这俩尸王会拒绝，没想到他俩竟然答应了下来。然后20分钟后，街道上就出现了一大批丧尸，将人类围在中间，护送他们的奇景。这也为以后人类与丧尸和平共处奠基了基石。丧尸们把他们送到人类安全区100米外后，停了下来，为首打着粉色雨伞的尸，对着他们呵呵的让人类自己过去。人类当然听不懂丧尸说的话，但也能理解动作。于是这些老弱妇孺全都拼了命的跑过去。没想到下一秒基地大门竟然打开，从里面居然出来了2个熟人，是顾婉晴和拿棒球棍的小姑娘。小丧尸的头发都吓竖起来了，天杀的，没这么吓尸的。石星宇和周皇资见基地里出现2个可口的饭菜，都忍不住跃跃欲试。哪想老大竟然直接跑了。石星宇见过顾婉晴，每次老大提起他都很是自豪。也不知道人类中出现厉害的人，你一只丧尸有什么开心的？无奈石星宇只能放弃，跟着老大走。周皇资还不甘心，他知道如果自己吃了那2个食物，他的等级一定会提升。可看着亲老大跑得越来越远，他害怕老大跑出去是东半拉区，他就找不到了。一狠心，
他放弃这2个食物。其实如果加上石星宇还行，可要是只有自己，他感觉还是不要去招惹。于是他命令丧尸大军解散，回到自己的岗位。他则赶忙追上老大。3头丧尸在跨海大桥上相聚，小丧尸看着眼前的美景，带着石星宇和周皇子一起拍照。夜晚，他们望着满天繁星，小丧尸认真地对石星宇和周皇子说：“他不能再带着你俩了，毕竟他的目标是独自旅行全国。要是带着2头随时能号令狮群的狮王，不就成旅游团了？他不想带着任何狮，他是孤独的化身。”石星宇和周皇子虽然听不懂老大在说些什么，但老大已经明确拒绝2狮。况且也正如老大说的一样，石星宇跟在老大身边，只敢吃狮和冲击。丧尸爆发1个月，石星宇就猛升到4级。这段时间跟在老大身边半拉月了，1级都没升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师生都有各自想过的生活。石星宇同意放老大离开，虽然周皇子也很是不舍老大，但要自己不进食还是做不到。于是第2天一大早，3头狮王就此分别，都各自走各自的路，也约定来年春天一起聚在海洋馆看鱼。重生回到末世前3天，草履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变卖家产，打造安全屋。哪想父母得知了此事，哭嚎地说闺女是疯了，硬是把草履虫关在家里，不让出门。直到3天后，丧尸爆发，草履虫全家人喜提成为末世中的第1波丧尸。所以这重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低笑容是这样低首席，俺一时想不起。令师感到宽慰的是，变成丧尸后，身为人类的记忆就会散去，只要把不好的记忆忘记，那剩下的就都是好的记忆。这样草履虫就可以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小丧尸了。可因为草履虫战力不足，他只能每天跟在师哥师姐后面捡他们吃剩的残渣充饥。有时候运气不好，碰到护食的师哥连残渣都没有，草履虫每天就这样饥一顿饥一顿的行走。直到这一天，他遇见了一只肯护他周全的师姐。只是这师姐哪里都好，就是总要给他煮饭吃，这谁受得了？要知道丧尸只会吃新鲜的食物，再不济吃凉的，也总比吃煮熟会散发出强烈腐败味道的吃食强。可这师姐就像是嗅觉丧尸一般，每天1日3餐不带重样的折磨着草履虫。师姐她自己却不吃，草履虫简直要哭死。她也不敢说不吃，因为师姐身上的气息太强，她这个连尸核都没有的低级丧尸只能服从命令，所以草履虫只能强忍着恶心，把散发出腐败味道的食物吞进肚里。他也安慰自己，往好了想，就是他不会再被饿死了。可面对着每天与日俱增的腐败食物，草履虫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要逃跑，他绝对要逃跑。我是一只旅行小丧尸，目标徒步旅行全国。哪想自己这一出门，不是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好不容易甩开2头狮王，现在又遇到个熟人，不对，是熟师。草履虫，俺大学时期的闺蜜。那年生性孤僻的我，只有她愿意和我做朋友。这让我想起在丧尸爆发的3天前，她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在家里囤粮食，3天后千万别出门。然后她就失去了联系。还没等我去找她，末世就来了。我本以为闺蜜草履虫是没生的希望，没想到她和我一样变成了丧尸。2月没见，闺蜜都饿瘦了，这我哪里能干？当即掏出地图，带着闺蜜前往养殖场。这场大雪下的突然，气温一夜骤降100度，所以等我们到达养殖场时，里面的鸡鸭鹅啥的都被冻成冰雕。我只好劈点柴火，架起火架给食物融化，然后到农场厨房为闺蜜做菜。末世生存，食物短缺，反正自己也没感觉到饿，就都留给闺蜜吃。没一会儿，我就做出了一桌子的可口饭菜，看着闺蜜狼吞虎咽的全部吃完，可把我心疼坏了。这段时间她受苦了，我只能想尽办法为闺蜜寻找食物，在吃的方面弥补她。因为闺蜜变成没有意识的丧尸，自己也没办法和她沟通，所以每次我出门寻找食物，都会把闺蜜绑起来。哪想今天我出门回来，闺蜜却不见了。那一晚，我翻了好几座大山，都没找到闺蜜的踪迹，我才开始意识到，这回我是真的失去她了。我不禁跪地仰天长啸：草履虫，你在哪？俺想你了。无奈小霸王旅行箱是也，怎奈这灾是咒灵，丧尸肆虐。吴敬伦为了一只旅行小丧尸的专属座驾，与这小丧尸一同踏上了悠悠征途。这一路上的际遇，那真可谓是独具一格。这小丧尸着实奇异，身为丧尸之躯，可总是对人类避而远之。好些回明明能够猛冲上去，大快朵颐，可他却拽着吴转身逃跑，拉得吴那轮子都险些着火。不但规避着人类，他竟然还支援人类，这令吾很是困惑。咱丧尸难道不应和人类水火不容吗？我们抵达了一处温泉佳地，本以为能在此纵情舒放身心，未曾料想这小丧尸不知是察觉到了啥人类的细微迹象，竟一言未发。
便将吾狠心丢弃。你这薄情寡义的家伙，怎能抛下吾这孤苦伶仃的一个乡啊？吾这内心的怒火呀，烈烈燃烧，吾不甘愿就这样被舍弃。于是吾决然地踏上了寻觅小丧尸的艰辛旅程。一路上，吾真堪称是饱经沧桑，被狂风恣意地吹拂，被暴雨无情地击打，还差一点就被其他丧尸当成解闷的玩物给裁卸了。不过吾乃小霸王行李箱，可不是任人欺压的。靠着吾坚如磐石的意志以及对小丧尸的满腹怨念，吾总算在一个商场里与他再度相逢。当吾兴冲冲地朝他滚去时，却惊觉他身旁多了一位威风凛凛的狮王。这狮王周身散发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息，可那小丧尸却仿佛毫无威慑，还跟他谈笑风生。吾才离开多久啊？你这么快就外面有尸了？更让想气恼的是，他瞅见吾时却把吾给忘了，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箱子。你这三心二意的小丧尸！吾这火爆性子当即给小丧尸断了电筋啊！你要是不把吾哄开心喽，吾就坚决不给你供点，看你能怎样。吾满心期盼着小丧尸能留意到吾，能来跟吾道个歉，然后再次带着吾一同前行。那成想那狮王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找来一根绳子，二话不说就把吾给绑了个结实，接着就开始拉着小丧尸逛街了。吾这心里别提有多憋闷了。吾堂堂小霸王行李箱竟然遭受这般待遇，可吾又无法与外界沟通，只能在心里暗暗发火。就这么着，我们这稀奇古怪的组合一路行进途中，又邂逅了一只女丧尸。这女丧尸一看到小丧尸，那眼睛都快瞪出来了，非要跟在小丧尸身旁。小丧尸倒也是善，居然就答应了。后来我们来到了跨海大桥，小丧尸突然说他想独自去闯荡，去追寻真正的自我。吾一听心里那叫一个喜啊哈哈，总算能摆脱这狮王，吾又能跟小丧尸重温往昔的美好时光了。可令吾万万没料到的是，小丧尸都走远了，那狮王竟然没把吾放下小霸王行李箱，立马着急了喂，吾是赌气才不给电的。吾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的小丧尸，你个无理狮王，赶快放吾下来！吾扯着喉咙大声叫嚷，可惜他的声音压根就没时听见。吾就这样被狮王冷酷无情地霸占了。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路上不是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现在还时不时冒出了狮王，非要跟在我身边。早上才甩掉俩，现在又来一个，小丧尸简直要哭洗。他只是在巷口转角处回眸了那一眼，就被知名叫豆子的姑娘看对了眼，下一秒豆子就跳到小丧尸身上，和小丧尸贴贴，要和她成为闺蜜。然而在小丧尸的视角，她简直要被吓洗。大晚上的寒风呼啸，你走在巷口转角，看到一只丧尸，这只丧尸突然朝你猛冲过来，然后张着大嘴巴蹦到你身上。就在小丧尸感叹自己的生命如此短暂时，石星宇像一束光一样出现，给豆子提溜起来，嘴中说着帅喜人的话。你箱子不要了。小丧尸发誓，他从来没这么期待石星宇的出现。于是小丧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石星宇手中拿回小霸王，然后一溜烟的就跑了，只留下远处爱的尾音。石星宇，你留下拖住他，我去就回。石星宇见状满脸无语。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老大？豆子见闺蜜跑远，就要追上去，哪想被眼前的狮王拦下，让开！不让，老大叫我拖着你。豆子看不打败这家伙，是无法抓住闺蜜，于是他俩就干起来了。与此同时，小丧尸这边抓着小霸王行李箱，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狂奔。那姑娘身上的气息和石星宇一样恐怖，应该是同等级狮王，石星宇应该不会吃太大亏。想到这，小丧尸对丢下石星宇的愧疚感减少了些，只是回想起昨天送人类去庇护所，竟然看到了总跟着自己的温强和顾婉晴在一起，俩末世文女主合体，简直天下无敌呀！小丧尸本来对同类处境很是堪忧，可自己这一路下来也碰到过不少狮王，如果成长起来，对人类的威胁也是不容小觑。更让狮心惊的是，自己好像有那个吸引狮王的体质，不然怎么自己走到哪都能被狮王看上？哪想下一秒，小丧尸眼前突然一花，紧接着石星宇和那姑娘站在自己身前，小丧尸立马认怂下跪道歉：“对不起，石星宇，我不该抛下你独自逃跑的。”然而看到老大跪下，石星宇头上冒出冷汗，赶紧解释：“豆子名叫豆子，他是这世西半拉区的狮王，我和他聊过了，他只是想跟在你身边，没有恶意。”小丧尸眯眯眼，没有恶意。
我连你都信不过，还会信你说别的事没有恶意吗？只不过这话小丧尸可不敢说出来，毕竟自己可是连尸核都没有的低级丧尸。小丧尸只能无奈妥协，他站起身坐在行李箱上，准备向东边的古代园林出发。哪想石星宇还没用绳子绑住行李箱，行李箱竟然自己动了。这是来电了吗？难道是石星宇充满电回来的？小丧尸也没多想，只留在原地的石星宇一脸懵。行李箱能自己动吗？那我跟在老大身边的意义就没有了。老大要抛下我了。这边石星宇陷入无尽的内耗中，突然一道天籁之音唤醒他的心灵。石星宇，你干啥呢？快跟上来呀！石星宇由被抛弃的悲痛转为欣喜。看样子，老大并没有要抛下我的意思。他脸上不由得露出3分激动、3分笑意和4分强压住嘴角的傲娇。我来了。三头丧尸一路走走停停，欣赏巨市的雪景。只是途中，豆子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叫的小丧尸都要出现应激反应了。因为自己社恐的原因，一见到人就会紧张到吐。他和豆子越聊越觉得他不像是丧尸，反而比自己还像人。在快离开巨市时，豆子终于对小丧尸放下了戒心。因为他们待在一起都3天了，就没见到过小丧尸和石星宇进过食。问小丧尸，他居然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不吃西瓜。要知道，不吃西瓜的丧尸可是会被同类当作异类排斥，所以豆子在保留人类意识成为丧尸后，就很难接受吃西瓜。但为了不被恶洗，豆子只好喝点西瓜汁。他还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只丧尸不吃西瓜，石星宇不吃，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很介意在老大面前吃西瓜，可能知道老大不吃，还很喜欢人类的原因吧。敞开心扉后，小丧尸直接跑到一边吐了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瞅豆子哪里还像丧尸，这根本就是人类，自己居然跟人类说了那么多话，这豆子自己是带不了了。小丧尸赶忙边吐边和豆子聊起师生理想，不对，豆子的话应该是人生理想。豆子，月，你有没有月理想？就像我的月理想就是徒步旅行全国。哇！豆子见闺蜜吐得这么难受，便用眼神示意石星宇她这是咋的了。其实豆子在坦诚她不吃西瓜后，石星宇也感觉到豆子身上人味变重了，再加上老大平时躲的人类，由此石星宇推测老大瞅你恶心。啥？豆子满头黑线，但看着闺蜜确实是一看到自己就吐，这让豆子第一次对自己这天仙一样的容貌产生了质疑。还有她也明显听出闺蜜是想让她离开，豆子顿时伤心了。姐姐你别吐了，我害怕，我离你远点还不成吗？小丧尸这边吐着，也听到石星宇和豆子在一旁的蛐蛐，赶忙忍住恶心解释，他这是对人类社恐的老毛病犯了，才不是看到豆子恶心。豆子听到这解释，内心也好受些。突然他脑中出现一道声音，恭喜宿主开启饭店系统，完成任务可恢复人类。豆子顿时眼前一亮，她知道自己的理想是什么了。于是她在此与闺蜜和石星宇告别，也约定来年春天一起聚在海洋馆看鱼。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路上不是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现在还时不时冒出了尸王，非要跟在我身边。我就想一个是旅行，咋就这么难呢？身旁的石星宇无奈地摇摇头，谁让你魅力这么大，走到哪儿都有像我一样的尸王跟随。小丧尸白了他一眼，要不是你跟着我，说不定我还能清静点。石星宇嘿嘿一笑，那可不行，我得陪着你，万一你被人类欺负了怎么办？正说着，身后传来一阵响动，小丧尸和石星宇立马警惕起来。只见一个身影迅速靠近，凑近一看，竟然是温强。他笑嘻嘻地说：“嘿嘿，小丧尸，我们又见面了。”小丧尸一脸无奈：“你怎么阴魂不散的呀？还有，不要凑这么近，我对人类过敏。”温强眨眨眼，和童子姐聊了几句，然后他又凑近小丧尸一些，牵住他的手。现在还过敏吗？小丧尸看着近在咫尺的温强，心中很是震惊。奇怪，我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难道我和人说话就吐的毛病好了吗？你会放开我老大的手？知道老大对人类过敏的石星宇在一旁炸毛，要不是感觉自己打不过这人类，他早就上了。温强无视石星宇的龇牙，眼中只有小丧尸。哎呀，我这不是担心你被坏人拐跑吗？说着眼神不留痕迹的瞟了石星宇一眼。石星宇冷哼一声，我们是尸王，你还是担心你们人类吧。
温强继续无视他，自顾自地说着：“既然我靠近你，你没有过敏反应，那我跟在你身边应该没问题吧？听说前面有个古代园林，可美了，咱们一起去呗。”小丧尸很想拒绝，却被温强拉着就走。小丧尸简直要哭洗，他不知道为什么温强对他这么情有独钟，只知道对方是小说里的爽文女主，跟这种女主作对，下场会很惨。他只能安抚好石星宇，答应温强留在自己身边。就这样，两尸一人来到古代园林，雪花纷纷扬扬的飘落，给园林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哇，好美啊！小丧尸忍不住感叹道。石星宇在一旁附和：“确实不错。”温强兴奋地跑来跑去，这里简直太棒了！这时，一个身影从角落里窜了出来，直接撞到了小丧尸的身上。小丧尸低头一看，是一只丧尸，正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你是谁呀？”小丧尸问道。丧尸怯生生地说：“我叫龙龙，你们能陪着我吗？我一个尸待在这里好害怕。”小丧尸心一软，也没注意龙龙话中的意思。“好吧，那你跟着我们吧。”于是，社恐小丧尸旅行小队里又多了一员。他们在园林里逛着，看到一个亭子，小丧尸兴奋地跑过去，结果刚一屁股坐下，就嗷的一声跳起来。“怎么了？”石星宇紧张地询问小丧尸。小丧尸哭丧着脸说：“这凳子太凉了，冻屁股。”石星宇一脸蒙圈：“你能感受到温度？”咦，小丧尸这才反应过来，等他再次坐上去，却发现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可为什么刚才会突然感觉冻屁股呢？小丧尸也没多想，只把这些当成人类的条件反射。温强笑着抬起头，结果面色一变，指着远处说：“你们看，那是什么？”众尸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巨大的雪球朝着他们滚来。“快跑啊！”小丧尸大喊。众尸一人在园林里四处逃窜，那场面别提有多滑稽了。好不容易躲过了雪球，小丧尸却发现自己掉进了雪坑里。“救命啊！”小丧尸在雪坑里挣扎着，石星宇和温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拉上来，结果看到小丧尸变成雪人的样子，不由哈哈大笑起来。“哈哈，你这样子也太好笑了！”温强捂着肚子笑个不停，小丧尸一脸哀怨：“我都这么惨了，你们还笑我？”石星宇立马闭嘴。这时天空又飘起了雪花，小丧尸仰着头，想象着这雪花落在脸上该有的冰凉，看着周围宁静的美好，不由感叹一声：要是能一直这样该多好。石星宇走到他身边，轻轻地说：“会的，只要我们在一起。”温强在一旁表情嫌弃：“你们可别肉麻了。”就在这时，园林里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嚎叫声。什么声音？龙龙吓得躲到小丧尸身后，突然一道巨大的黑影冲了过来。“我是一只社恐小丧尸，立志独自旅行全国。”然而此刻小丧尸看着身边粘着自己的龙龙，还有在一旁互相看不对眼的狮王石星宇和带童子姐的温强，小丧尸哀叹一声，他只是想独自旅行，看祖国大好河山啊！此时地面开始震动，小丧尸无语地指责两人：“你俩吵架归吵架，不许动手破坏周围建筑。”哪想石星宇和温强只是站在那，目光惊骇地指着小丧尸后面。小丧尸疑惑地转过头，然而就是这一转头，差点没让他把隔夜饭吐出来。只见前方出现一坨由无数丧尸组成的大丧尸，周身散发着可怕的恶臭，行走犹如一座移动的垃圾山，正朝着他们涌来。温强看着在一旁呕吐的小丧尸和龙龙，眼中闪过一丝坚定，对着石星宇喊道：“喂，那边那个丧尸，咱们联手把这丑八怪给制服了。”石星宇冷哼一声，虽说他很不情愿与人类合作，但为了小丧尸还是冲了上去。石星宇施展出他强大的狮王之力，身上散发着诡异的光芒，每一次攻击都带着雷霆万钧之势。温强则依靠着童子姐的加持，不断释放出各种技能，光芒四射，与那丧尸集合体展开激烈的对抗。在两人的通力合作下，丧尸集合体终于被打散。就在一人一尸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小丧尸发现了飞出来奄奄一息的二蛋。小丧尸的心那叫一个善啊，不顾其他尸的反对，硬是将二蛋给救了下来。二蛋在小丧尸的救助下渐渐恢复了意识，当他睁开眼睛看到小丧尸的那一刻，心中瞬间燃起了一股莫名的痴迷。从那以后，二蛋就像个小跟班一样跟在小丧尸身后，这可把石星宇给气坏了。你这个后来的哪来的胆子敢跟我抢小丧尸？石星宇朝着二蛋怒吼，
二蛋也不甘示弱。哼，小丧尸救了我，她就是我的女神，我凭什么不能追求她？两头丧尸为了小丧尸，整天争风吃醋，吵得不可开交。小丧尸则是一脸无奈，他只是想在这末世中独自旅行，怎么就变成这样？日子就在这吵闹中一天天过去。小丧尸也逛完了古代园林，准备离开时，龙龙在这时候却跳了出来，拦住了小丧尸的去路。小丧尸，你不能走，你当初答应过要陪我的。龙龙双手叉腰，一脸愤怒地说道。小丧尸很是疑惑，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就在前2天，你说会留在这里陪着我的。龙龙委屈得快要哭出来，小丧尸这才想起，原来龙龙不是想跟他走，而是想让自己留下来陪他，可自己还有旅行啊。龙龙，别闹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石星宇试图劝说龙龙，可龙龙根本不听，拉着小丧尸的手说，不行，你要是走了，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就在局面僵持不下的时候，二蛋和温强站了出来。龙龙，你别为难小丧尸了，他有自己的选择。就是，你要是再这样，小心我一口盐汽水喷熄你！二蛋张大着嘴巴，龇牙咧嘴的警告着。龙龙看着他们，你们都欺负我，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说完，龙龙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小丧尸心疼地看着龙龙，走过去蹲下身子，龙龙，别哭了，等我旅行完，一定会回来看你的。温强也在一旁劝道，龙龙，相信小丧尸，他不会骗你的。在众人的劝说下，龙龙终于停止了哭泣，不情愿地让开了道路。这时二蛋突然说，看你这么可怜，我就大发慈悲留下来陪你吧。龙龙感激地看着二蛋，真的吗？谢谢你，二蛋。就这样，小丧尸和石星宇还有温强继续踏上他们的旅程，也与龙龙和二蛋约定，来年春天一起去海洋馆看鱼。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路上不是被末世文女主埋地里，就是被爽文女主跟踪。此刻小丧尸带着一人一尸，朝着北边皇城的方向前进。这一天，他们走在一片荒芜的小道上，四周寂静的有些诡异。我说，咱们这一路上也太安静了吧，连个丧尸的影子都没有。温强表情严肃，眼神警惕着周围。话音刚落，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像是有人在大声咀嚼着什么。三人小心翼翼地靠近，只见一个丧尸正蹲在地上，双手抓着扑棱蛾子往嘴里塞，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小丧尸害怕地往后缩了缩，石星宇则将他护在身后。温强带着胆子喊道，喂，你是谁？那女丧尸抬起头，满嘴的蛾子残渣，含糊不清地说，我叫张飞狗，别打扰，我吃扑棱蛾子。小丧尸小声嘀咕，这口味咋这么重呢？张飞狗听到小丧尸的话，一下子跳了起来，冲向他们。石星宇刚准备迎战，就发现张飞狗一个滑铲跪到小丧尸面前，眼神中充满了敬畏。老大，您身上的气息太强大了，我愿意跟您混。小丧尸一脸懵，啥？我可当不了你的老大。张飞狗哪管这些，自顾自地跟在了他们身后。一路上，张飞狗不停地抓着扑棱蛾子吃，还时不时地给他们分享美食。这一路上可把众尸折磨坏了。走着走着，张飞狗突然打了个饱嗝，一只没嚼碎的蛾子翅膀从嘴里飞了出来，正好呼在了石星宇的脸上。石星宇嫌弃的一把扯下来，瞪着张飞狗。张飞狗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嘿嘿，不好意思哈，这蛾子太香了，没忍住。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张飞狗非要挨着小丧尸睡，还一个劲儿地说，老大，我要保护你。结果半夜他呼噜声震天响，把周围的树枝都震得掉了下来，全都砸在了他们身上。那一晚，石星宇和温强追了张飞狗一夜。第二天早上，大家都顶着黑眼圈赶路，张飞狗一边走一边唱着跑调的歌，我是一只爱吃蛾子的小丧尸，咿呀咿呀哟。温强忍不住捂住耳朵，求求你别唱了，我的耳朵要聋了。终于，他们来到了皇城，皇城的宏伟让他们惊叹不已，高大的城墙，巍峨的宫殿，仿佛诉说着昔日的辉煌。就在他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温强的对讲机里突然传来了秦安焦急的声，温强，不好了，基地被狮群围攻了，你快回来帮忙。温强一听，脸色大变，二话不说，撒腿就往回跑。小丧尸在后面喊，温强，你小心点。石星宇无奈地看着温强远去的背影，摇摇头说，这丫头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没了温强，他们继续在皇城里逛着。来到皇城的高处，眼前是一片洁白的雪地。张飞狗兴奋地在雪地里打起了滚，边滚边喊，哇，这里太美了，
我要在这雪地里变成一个大雪球。结果滚着滚着，一不小心滚到了一个雪坑里面。小丧尸和石星宇费老大个劲，才把张飞狗拉上来。张飞狗一脸认真地对小丧尸说：“老大，我决定不走了，我要留在这皇城里，守着这片美景，还有我的扑棱蛾子。”小丧尸和石星宇对视一眼，那你可要照顾好自己呀。张飞狗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转身跑向了皇城深处。小丧尸拿出地图，想着2月前自己定下的旅行目标，南边的跨海大桥看过了，东边的古代园林也逛了，北边的皇城和雪地也来了，现在只剩下西北的圣地高原，那里距离人类安全区很远，丧尸爆发后估计也遇不到人了。小丧尸看着石星宇，这段时间他在自己身边，已经很克制自己的食欲，但他毕竟不像自己一样，不用进食也没事。小丧尸和石星宇说了自己的顾忌，也想像当初设想的一样去独自旅行。石星宇虽然很不舍老大，但他也尊重老大的想法，他就和张飞狗待在皇城，等着老大回来，一起去海洋馆看鱼。小丧尸是一个拥有强大力量却不自知的狮王，整天缩头缩脑，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弱小的存在。他害怕人类，哪怕离800里地的目光都能让他浑身颤抖。于是小丧尸决定出门旅行，去那传说中的圣地高原看看，听说那里风景绝美，也能治愈他弱小的心灵。小丧尸一路上战战兢兢，看到人类他就躲得远远的，生怕被发现。哪想躲过了人类，小丧尸在经过一片森林时，差点被一株变异植物给吃掉。那植物张着巨大的嘴巴，藤蔓像蛇一样扭动着向他袭来。小丧尸吓得转身就跑，边哭边喊：“别吃我，别吃我，我不好吃的。”然后就见到那变异植物被不知从哪冒出的火烧成灰烬。小丧尸正奇怪着，就听到一阵凄惨的狗叫声，顺着声音找过去，发现了一只受伤的狗子。这只狗子可不一般，它是一只会喷火的异能犬。小丧尸看着可怜巴巴的狗子，心一软，决定带着它一起上路。狗子，你以后就跟着我吧，我会保护好你的。小丧尸拍着胸脯说道。狗子翻了白眼，心里想着，明明是我保护你，还差不多。小丧尸就这样带着狗子在森林里整整逛了3天3夜。也是狗子发现小丧尸是迷路了，就靠着它敏锐的嗅觉带小丧尸走出森林。哪想他们刚出去，就见到那熟悉的身影。小丧尸无语脸：“石星宇，咱不说好的吗？在皇城那里等着我回来。”石星宇表情无奈：“没办法啊，自从离开你以后，我脑中一直有个声音不断回旋，要我跟你一起走，不然就取关我。”小丧尸开心脸：“啊，是这样啊，那你跟我一起走吧。”于是2只丧尸还有狗子组成了奇怪的旅行搭档。一路上狗子总是惹出不少麻烦。这天他看到一只漂亮的小蝴蝶，追着它跑出好几里地，结果给自己跑丢了。小丧尸和石星宇在原地等了半天，也不见狗子回来。小丧尸急得直跺脚，这个二货到底跑哪儿去了？正当小丧尸准备去找狗子的时候，狗子嘴里叼着那只蝴蝶跑回来了，还一脸得意地向小丧尸炫耀。小丧尸气得拿起一根树枝就追着狗子打：“让你乱跑，让你乱跑！”经过一番折腾后，他们终于来到了那传说中能治愈心灵的圣地高原。这里风景优美，空气清新，如果忽略掉旁边几头被冻成冰块的丧尸后，这里还真是绝佳的美景啊！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诗瑶的女丧尸出现了，她上下打量着小丧尸，随后嘲笑道：“哟，这是谁啊？胳膊这么短，还敢出来旅行？”石星宇震惊脸：“啊，你就这么水灵灵的给说出来了？”小丧尸一听，立马不乐意了，转头怒吼道：“谁在蛐蛐我胳膊短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叫什么，你不就是那什么吗？”诗瑶双手叉腰：“什么那什么？我叫诗瑶，你给我记清楚了。”“哼，我才不管你叫什么瑶，反正你就是个讨厌鬼。”小丧尸气鼓鼓地说道。就这样，2个女丧尸一路上吵吵闹闹，互不相让，再加上狗子时不时汪汪几声，吵得石星宇开始怀念曾经与老大刚认识时候的美好时光。你以为我不会说话，我就装成哑巴，无视你的驱赶，只为能跟在你的身边。感情那个社恐不乐意说话的是我啊。夜晚，小丧尸拿出他珍藏的烟花插地里，随着狗子吐出一团火焰，绚丽多彩的烟花在圣地高原的星空上徐徐绽放，那场面简直美极了。小丧尸看着烟花，回想起自己这一路的旅行历程。小丧尸本想旅行完就给自己埋地里长眠，现在他不想这么快进土里了。世界这么大，
他还想去更多的地方看看，邂逅美好的诗，还有我那不知所踪的闺蜜草履虫。他也放不下，也不知道走丢了的闺蜜离开我会不会饿着自己。而此时在某处喝着西瓜汁的草履虫，还在甘哕自己那段时光被强大狮王抓去，成天逼自己吃煮熟的腐败食物阴影中。这边小丧尸看着身边的石星宇和诗瑶还有狗子，决定了他要囤货，为以后长期旅行做准备。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社恐出门旅行，不幸遭遇时空漩涡，意外穿越到平行世界名叫小丧尸的身体里。刚开始小丧尸开心极了，因为他发现自己来到这里半拉月了，他那出门就吸引狮王自动跟随的体质终于消失，他再也不用担心自己随时被狮王吃掉，终于能好好享受一个狮的旅行。不过自从他变成丧尸后，是一点饥饿的感觉都没有。以防万一，小丧尸开始搜刮各家超市里的零食，接着找了心仪的仓库，将搜集来的零食堆放在里面。他还想着，如果石星宇能找到他的话，这些零食就能养活他了。然而小丧尸还没察觉到自己的记忆正在被这个世界同化。起初他还记得囤零食是留给石星宇吃的，可渐渐的他的脑子变得越来越空，每天就只记得不断囤吃的。这天小丧尸推着装满零食的手推车在空旷的街上缓缓游荡，小丧尸一边费力地推着车，一边努力回想着自己在干什么。他想起来了，他要把这些零食运走，然后找个地方藏起来。小丧尸的手推车猛地撞到了一个物体，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头体型硕大的丧尸。你瞎呀！这头大丧尸朝着小丧尸怒吼着，小丧尸不服气的嘟囔：明明就是你先挡着路的。大丧尸呲着牙：小东西，你还敢还嘴？兄弟们，跟我过来！周围的丧尸都被这动静吸引过来，小丧尸见状缩了缩脑袋，瞬间怂了，赶忙推着小推车离开了这条街。路上小丧尸越想越气，要不是那大丧尸会喊诗，咱今天非得好好跟他较量一番才行。但很快小丧尸的脑子就变空了。就在这时，周围的丧尸突然都变得兴奋起来，小丧尸也闻到一股令他无法抗拒的香味，他也不由自主的跟着其他丧尸一起奔跑起来。可其他的丧尸跑得比他快多了，好几次还差点把他撞倒。小丧尸朝着那些丧尸的背影怒吼了2声，可压根就没事搭理他。终于小丧尸跑到了目的地，可他已经来晚了，那些丧尸早就开始大快朵颐，地上还躺着诱人的汤水。小丧尸望着那群围在一起疯狂进食的丧尸，木然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纠结的神色。香是香，可是被他们啃得也太脏了。妈妈曾经说过，陌生人的剩饭不干净，不要吃。小丧尸纠结了片刻，还是没有上前。眨眼间，地上的食物就被其他丧尸抢了个精光。小丧尸失落了一瞬，便推着自己的小车摇摇晃晃地离开了。他走到小镇外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总共没几栋房子，周围三三两两晃荡着的全是丧尸。小丧尸走进其中一个院子，慢吞吞地用小推车顶开铁门。可进屋的时候，他被门槛绊了一跤，扑通一声，小丧尸脸朝下摔倒在地。小丧尸浑身僵硬，还没学会翻身，在地上挣扎了2下，却怎么也起不来。此时某个坐在屋顶上啃饼干的男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了声。厉景峰已经在这里待了3天，从开始的浑浑噩噩到如今完全清醒。他唯一关注的就是这只特别的丧尸，每天小丧尸都会来往村庄和城镇2次，而且他每天都会推一车食物回来，自己又不能吃，也不知道推回来究竟是要干什么。偶尔小丧尸还会被其他丧尸欺负，刚开始的时候他怂得厉害，被欺负了也不哭，只是在人家背后呲着牙凶狠地表示抗议，那模样真是又怂又凶。每天看着小丧尸勤勤恳恳的忙碌，这成了厉景峰重生以来唯一能感到放松的事。然而此刻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待下去了，不如在临走之前给小丧尸留下一份难忘的回忆。厉景峰坏笑地想着，这边的小丧尸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辛苦收集回来的零食已经被人惦记上了。小丧尸终于在门口艰难地爬起身，还狠狠踹了2下门槛，这才费力地将小推车推进屋里。屋里有一排排的柜子，上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小丧尸收集来的食物。看着小推车里的东西被拿出摆放好，小丧尸开心地呵呵了2声，然后走进旁边的卧室。小丧尸躺了上去，双手规矩地放在肚子上，板板正正地躺好，闭上眼睛。中午到了，该睡午觉了。丧尸本是不用睡觉的，可小丧尸每天都会遵循人类的习惯睡午觉，实际上他只是躺着让脑子放空罢了。
厉景峰看到屋里没了动静，就猜到那个奇怪的小丧尸去睡觉了。1个小时之后，他会醒来，然后吃一点人类才能吃的东西，接着再吐掉，之后就会推着小车再次出门。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想的那样，小丧尸醒了，小丧尸在吃东西，小丧尸把东西吐了，小丧尸推着小车出门了。厉景峰从房顶上跳下来，走进小丧尸的家，看着屋内的装饰，他猜测这应该是小丧尸占领的别人的家。那接下来做事时，厉景峰觉得更加心安理得了，反正小丧尸也用不到这些东西，不如都归他。就这样，厉景峰将物资一扫而空，他空间里的储备瞬间充盈了许多。做完这一切，厉景峰心怀一丝愧疚，在橱柜上放了一块新鲜的猪肉。他希望在小丧尸回来之前，这块猪肉不会被其他丧尸抢先发现。再见了，小丧尸，谢谢你的东西了。想到小丧尸勤勤恳恳存东西的模样，厉景峰不禁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开。下午，小丧尸气鼓鼓地回来了。他本想进一家店，却遇到一头不讲理的丧尸不让进。一番搏斗后，小丧尸虽然把对方打趴在地，但还是好生气。然而一进家门，小丧尸就惊呆了。他的粮呢？他满屋子辛辛苦苦存下来的粮，居然全都不见了，空了，全都空了。小丧尸不敢置信，在每个屋子里疯狂地转了一圈，可结果依旧，粮真的没了。小丧尸委屈地扯着嗓子干嚎，却没有泪水流出。他炯了炯鼻子，突然闻到一股香味，顺着味道找过去，发现是一块肉。小丧尸附身闻了闻，好香啊！不争气的泪水从嘴角滑落。但是小丧尸是不会吃的，他脑子再空也知道，这是偷他粮的人，用肉交换他一整个仓库里的零食啊！可恶的小偷，我不想要肉，只想要我的粮。小丧尸的内心在咆哮，他的粮啊，全没了，失 emo 了，尸要摆烂。小丧尸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满心都是失去粮食的悲伤。可是肚子实在是太饿了，那块肉又实在是太香了，他好想吃啊！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拥有人类意识，始终都做不到和其他野蛮尸一样啃食生肉填饱肚子，只能每天辛苦收集零食回家吃。虽然这些零食一点都不好吃，小丧尸每次吃完都会吐出来，可即便如此，小丧尸依旧坚持每天外出收集这些难吃的东西，像是刻在灵魂深处的约定。只是现在的小丧尸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干脆也不想了。然而今天当小丧尸推着小车回到家时，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辛辛苦苦囤下的粮竟然全都被小偷偷走了，只给他留下一块肉。这一刻，小丧尸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失 emo 了，尸要摆烂。躺在床上的小丧尸只能委屈的干嚎。突然他听到仓库那边有动静，就想到他仅剩的一小推车零食，可恶的小偷还敢回来。小丧尸立马冲过去，就看到一坨绿茸茸的小东西在啃食他推车里的零食。绿茸怪看见小丧尸过来，立马惊慌的逃跑，还想跑，小丧尸追了过去。这只绿茸怪属实狡诈，竟然把小丧尸绕得有些迷失方向。终于绿茸怪被小丧尸堵在墙角，看着小丧尸的步步逼近，绿茸怪竟爆发力量，猛地一拳给旁边管道击碎，顺势钻了进去。小丧尸将脖子伸进去，却见绿茸怪不仅没有继续逃跑，反而直起身子对着小丧尸拍打肚子。可恶，竟然敢嘲笑我！小丧尸心中的怒火烈烈燃烧，他双腿发力，直接冲进管道。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绿茸怪吓了一跳，站立不稳，摔了个四脚朝天。小丧尸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像闪电般的冲了过去，终于将这狡猾的家伙逮住，直接架起烤架给他烤了。当然没那么残忍，小丧尸打了他2下屁股后就给他放跑了。回到厨房，小丧尸看到小偷给自己留下的肉，空气中还飘散着小偷留下的气味。小丧尸狠狠地吸入这些味道，他要记住那个小偷的气味，然后找到小偷狠狠教训他一顿。于是小丧尸带着满腔怒火，拿着这块肉到外面穿成串放在火架上烧烤，因为家中长辈曾告诫过他，食物熟了才能吃。很快烤熟的香味弥漫开来，小丧尸迫不及待地伸手去拿，不料却被烫到了手指。他捂着手指，又忍不住哭了。过了好久，终于等肉凉快点后，小丧尸这才吃起来。虽然味道依旧不咋地，但好比吃那些零食强。咦，既然零食这么难吃，那我为什么要收集它？突然小丧尸脑中出现一道模糊的身影，但又很快变得一片空白。吃饱后，他开始收拾行李，准备搬家，因为这里有小偷出没。
他可不想自己辛苦收集的粮再被偷了。而厉景峰这边开着车，眉头紧锁，他在思考上一世究竟是谁在害他，而他的妹妹到底是被利用，还是真的想杀了他？他要回去调查清楚。厉景峰从空间里拿出一根棒棒糖，含在嘴里，橙子味的酸甜让他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些。一想到这还是从小丧尸的仓库里拿到的糖，厉景峰忍不住嘴角勾起。等我找到队友后，再去看看那只有趣的小丧尸吧。然而厉景峰不知道的是，因为他偷了小丧尸的家，小丧尸已经决定要搬家了。我是一只苦逼小丧尸，因为爱囤积人类零食，总是被同类排挤，结果囤积许久的粮还被人类偷走了。小丧尸哭了一宿，早上他收拾好心情，出去寻找新的住处时，一个庞大的身影挡住小丧尸的去路。小丧尸抬头一看，又是那头总找自己麻烦的师哥，他发出低沉的吼声：小东西，你要干啥去呀？小丧尸现在心情低落，他不想与他发生争执，便绕开师哥。然而师哥见自己被无视，很是恼怒，他追上小丧尸后给他推一大前耙的。他早就看不惯小丧尸的独特行为，身为丧尸居然不吃肉，反倒是对收集人类零食乐此不疲。师哥觉得自己身为这条街的老大，就应该好好教育下现在的小年轻。小东西，你整天无所事事，不干正事，作为丧尸就应该大口吃肉。你要不要让我当你老大？我保证让你每天吃得饱饱的。小丧尸起身，看着推车里仅剩的粮都被掀翻了出去，沾上泥土都脏了。这真是叔可忍，师不能忍。他像一颗出膛的炮弹，直接用脑袋顶向了师哥。咚一声闷响，师哥被顶飞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小丧尸自己也有些发懵，他没想到自己的力量竟如此之大。不过这还没让小丧尸消气，他搬起身旁足有100斤重的石墩子，狠狠地朝师哥扔去。师哥还处于猛圈中，眼前就飞来一个大石墩子，来不及躲闪的师哥就这样升天了。此刻的小丧尸气场全开，龇牙咧嘴地吓走周围的丧尸，然后推着小车继续前行。脏了的粮他也不要了，他要去找新的粮，只是他的推车轱辘被摔得变形，推起来磕磕碰碰的，直接给他绊倒。小丧尸一气之下将小推车撞飞出去，不要了，全都不要了，这个地方糟糕透了，他要找个新的推车重新囤货。小丧尸走进超市，里面冷冷清清的，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回想起自己辛辛苦苦囤的粮，小丧尸又伤心了。呜呜，师生总是这么痛苦吗？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小丧尸泪眼婆娑，梨花带雨。总是如此。谁在说话？突然小丧尸觉得自己脚边软软的，低头一看，是一只变异兔。阳光普照在他的脸上，熠熠生辉。他一笑，仿佛带来整个春天。让人移不开眼睛的是他那张大嘴巴的一嘴尖牙，让小丧尸忍不住脑中出现一句话：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低个神呐，是只变异兔。小丧尸撒腿就跑。要知道末世降临后，不仅人类中出现了异能者，各种动植物也都发生了变异，像是昨天偷吃他粮的绿绒怪就可钻墙遁地，当时也就小丧尸在气头上敢追他，所以当他抓到绿绒怪时，突然眼神变得清澈，智商又回归大脑的高地。好在那是只幼年绿绒怪，小丧尸吓唬住他，就将其放了，不然他这一只普通的小丧尸都不够人家家长2口造的。看着身后依旧追着自己的变异兔，小丧尸回想起自己这短短的尸生，脑子一片空白，啥也想不起来。他停下脚步，既然没有牵挂，给变异兔当口粮也不错，哈哈，自己这不值得被人喜欢多余的诗。小丧尸嘲笑自己，也收起那不存在的鼻涕口水眼泪，坦然地躺地上，等待意识的消亡。哪想这一等就是整整1个星期，小丧尸等的肚子都饿了，怎么还没等到意识的消亡？闻着周围浓郁的食物香气，他不争气的嘴角终于从眼睛张开，入眼可见的就是自己被各种零食掩埋。小丧尸再也忍不住了，蹲在地上大快朵颐起来。而叼着几袋零食回来的变异兔看着小丧尸，可下是睡醒了，天真无邪地问：你在这里干什么呢？小丧尸满嘴食物，含糊不清的咧咧：你说呢？你是来拉屎的吧？小丧尸无语脸。互相介绍中得知变异兔名叫玲珑，说小丧尸身上有吸引他的地方，想要跟着他。小丧尸也不害怕这只变异兔了，毕竟他都躺这1个星期了，也没见那兔子要吃了他，还给他找粮吃，既然甩不掉，那让他跟着吧。玲珑带着小丧尸找到一家超市，里面的粮还没被霍获。小丧尸开心的在里面找到推车，往里面放粮。出去的时候路过一个广场，看到一群丧尸在跳广场舞，小丧尸惊呆了，这都什么世道了，丧尸还跳广场舞？他好奇的走过去看，
结果那些丧尸看到他，居然邀请他一起跳。小丧尸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架不住那些丧尸的热情，就跟着跳了起来。一个旋转倒立，我闭着眼，至少看不见你沉醉了没，白雪夏夜我不停歇，模糊了年岁，时光的沙漏被我踩碎。玲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因为这场景实在是太诡异了。直至跳到傍晚，小丧尸才在玲珑的催促下与领头的尸依依不舍地分别。他俩找到个破房子先对付一晚，俩想睡到半夜。地底下突然传来挖土的声音，是谁？末世降临。当所有丧尸忙着追人的时候，有一只小丧尸却在超市里囤零食。然而小丧尸辛苦囤下一仓库的粮，却被一个人类偷走了。气得小丧尸骂骂咧咧搬到了隔壁镇子。晚上睡觉时，他突然听到屋里有动静，啥玩意？小丧尸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一个绿色的身影正在角落里吃他推车里的零食。小丧尸一下子清醒过来，跳起来愤怒地指着绿绒怪喊道：又是你这贪吃的家伙，我好不容易才收集好的粮啊！小丧尸愤怒不已，立马起身追赶他。别跑，你这可恶的家伙！绿绒怪在前面跑得跌跌撞撞，嘴里还不时掉下几块食物的残渣。玲珑被屋里叮咣的声音吵醒，就见到一尸一怪在屋子里乱窜。就在小丧尸快要抓住绿绒怪时，他突然一个急转弯，小丧尸扑了个空，直接撞到了墙上，头上瞬间起了个大包。哎呀，好疼啊！小丧尸捂着头，眼泪都快出来了。绿绒怪看到小丧尸这狼狈的样子，居然停下来哈哈大笑。小丧尸更加生气了，再次冲过去，结果不小心踩到地上的凉滑倒，直接来了个狗啃泥。玲珑看到这一幕，不由噗呲一声，也跟着笑出声。小丧尸艰难地爬起身，玲珑，你居然跟着他一起笑我！小丧尸委屈极了，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粮总是被偷就算了，现在又要被嘲笑。失 emo 了，尸要摆烂。小丧尸躺在地上嗷嗷哭，梁小芝顿时慌了，连忙上前安慰。玲珑用手指戳戳小丧尸的头，师姐，对不起，我不该笑你的，刚才我是睡迷糊了没忍住。连续偷吃小丧尸2次粮的绿绒怪也不好意思了，其实他只是想引起小丧尸的注意，没有恶意。你别哭了，大不了明天把我的秘密据点告诉你，里面可多粮了。啥？你自己有粮还偷吃我的？小丧尸听完绿绒怪的话更委屈了。不是，我其实是想要和你交朋友的。就这样，梁小芝哄了小丧尸一宿。第二天，三小只顶着黑眼圈去往绿绒怪说的据点。一路上，小丧尸都在念叨着：绿绒怪，这次你可别再偷吃了。绿绒怪连连点头，知道啦。就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一阵呼救声，救命啊！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只短发羊正被一群丧尸疯狂追赶。小丧尸二话不说，抄起家伙就冲了上去。一番激烈的战斗后，终于赶走了尸群，救下了短发羊。短发羊感激涕零，谢谢你们，我能跟着你们吗？我一个羊好害怕。小丧尸看了看玲珑和绿绒怪都没意见，就点头答应了。四小只来到一片别墅区，绿绒怪轻松地越过一家别墅的大门，小丧尸他们也跟着爬了进去。然而当他们跟着绿绒怪进入顶层后，全都惊呆了。肉眼可见的就是一堆货架，上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种食物。不仅如此，就连武器都有。这是进到哪个倒霉重生者为末世到来囤积物资，结果人没来得及回来，平白便宜他人的安全屋啊！反正据绿绒怪所说，他醒来就在这里，也一直没见有人回来。他实在是太无聊，才想出门闯荡，哪想外面危机四伏。走到小丧尸村子的时候，正好饿不醒了。突然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吸引他，顺着感觉他找到小丧尸的粮，结果吃一半就被小丧尸发现，还屈辱的被揍屁股，这让绿绒怪知道外面的可怕。他失望的回到家，又要开始孤单一个怪了。直到昨天他突然发现那股吸引他的感觉又来了，顺着感觉找过去，竟然看到了那只打了自己的小丧尸，他居然跟一群丧尸在跳舞。绿绒怪三观尽碎，因为他发现自己那晚不是对小丧尸的粮感兴趣，而是对他这个尸感兴趣。当绿绒怪回过神来，就见到小丧尸他们整理房间。别墅里房间虽多，但玲珑和短发羊都想挨着小丧尸一起睡。绿绒怪摊摊手，没办法了，为了自己合群一点，我就把自己东西也搬进来吧，才不是想跟小丧尸待在一个房间，我这是为了合群。三小只无语脸看着绿绒怪，绿绒怪被叮得发毛，主动跑到厨房开始做饭。也不知道他一只小怪哪里会做饭，还有都漠视了哪里有水电起火。反正在绿绒怪一顿捣鼓后，很快一盘热乎乎的肉饼就做出来了。看着小丧尸他们做好后，绿绒怪笑嘻嘻的开始分发肉饼。
师姐一个，我一个，小林一个，我一个，小杨一个，我一个，然后这个还是我的。小丧尸、玲珑和短发羊看着自己可怜的一块肉饼，再看看绿绒怪盘子里堆成小山的肉饼，顿时满脸黑线。短发羊忍不住指责道：“绿绒怪，你也太过分了，就不能公平点吗？”绿绒怪嘴里咬着肉饼，嘟囔着：“我正在长身体嘛，得多吃点。”小丧尸也说：“你长身体也不能把我们的都抢走啊。”玲珑弱弱地说：“就是，我们也饿了。”绿绒怪眨眨眼：“那要不我把我咬过的给你们？”呸！谁要你咬过的？三小只齐声喊道。绿绒怪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哎呀，别生气嘛，大不了下次我少吃点。”大家无奈地摇摇头，谁也拿这贪吃的家伙没办法。吃饱后，小丧尸开始计划明天去哪个超市里囤粮。尽管绿绒怪很不理解，他们现有的粮已经够吃许久，但小丧尸表示，如果不去囤粮，你还有啥事可干嘛？绿绒怪瞪大了他智慧的眼睛：“我知道这后山头有个养殖场，明天咱们去那转转吧。”